2026年4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握手寒暄，全球媒体的镜头全部对准了这场政习会。可就在同一天，大洋彼岸的华盛顿，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团忽然在社群平台上丢出一张照片，照片里川普和赖清德肩并肩，背后插着美国国旗与台湾国旗，仿佛两位元首正是同框。这张照片瞬间引爆网络，有人惊呼台美建交了吗？有人激动地说川赖会秒杀政习会，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国会为什么选在这一天，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传递这个信号？而这背后又藏着怎样一盘惊天大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来，好好看看这整盘棋局。先从政习会说起。2026年4月7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从台北出发，飞往中国大陆，展开为期6天的2026和平之旅。这是国民党时隔整整10年，再度有现任主席踏上大陆的土地。上一次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还要追溯到2016年洪秀柱的时代。10年了，两岸关系从冷淡走向冰冻，从冰冻走向剑拔弩张，中间经历了蔡英文8年执政，经历了军机绕台常态化，经历了裴洛西访台引爆的台海危机，经历了解放军一波又一波的围台军演。10年后，国民党终于再度跨出这一步。郑丽文一行首站抵达上海后，随即转往南京，4月8日前往中山陵拜谒。在中山陵前，他的祭文以民国纪年开头，19分钟的公开谈话中数度哽咽，提到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段话在台湾引起了两极反应，绿营痛批他自我矮化，蓝营则认为他勇敢捍卫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定位。随后郑丽文转往上海，参观了外卖巨头美团以及上海滨江工业区，晚间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交流。4月9日，他又去了上海洋山港和中国商飞公司，见识了大陆在物流基建和航空制造上的野心。然后就是4月10日，重头戏来了。郑丽文走进人民大会堂，但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以往习近平接见国民党历任主席，包括连战，包括朱立伦，地点都选在福建厅。福建厅是什么？那是人民大会堂的内厅。内厅的意思就是你是家里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自己客厅里聊天。但这一次北京方面安排的地点是东大厅。东大厅可不是随便的地方，那是中国国家主席与外国元首会谈的正式场所，也是北京举办重大外事活动和国际会议的场地，100%属于外厅。换句话说，北京这次把郑丽文当成了外宾来接待，这到底是高规格礼遇呢，还是不经意间透露了某种政治讯号？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刻意选择东大厅是为了抬高郑丽文的国际地位，让这场会面看起来更像是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对等交流，而不仅仅是2个党的内部沟通。但也有人解读说，这恰恰说明北京已经意识到台湾不是他的内政问题。不管哪种解读，这个场地选择本身就够我们琢磨半天的了。上午11点，郑习两人正式见面，他们先握手13秒，然后坐上会议桌，各自发表谈话。习近平说，这次会面是为了维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和平安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意，他全程没有直接说出统一2个字，这非常不寻常。要知道，习近平在过去几年的涉台讲话中，几乎每次都会强调祖国统一这个关键词。这一次他刻意回避了，只用了国土不可分这样相对模糊的表述。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5月川习会在即，他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川普留下太强硬的印象。郑丽文则提出，两岸人民生活在不同制度当中，他希望建构两岸双赢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寻求防止战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他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这句外力介入的棋盘，明眼人都知道在说谁。然后媒体被请出场，闭门会谈正式开始。但就在郑丽文讲话还没讲完的时候，直播画面忽然被切断了。他到底还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全球媒体炸了，
彭博社的分析是，这场政协会就是习近平在5月川习会之前给川普丢的一张牌，核心意思是台湾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能解决，你美国人少管闲事。彭博社的专栏甚至直接说这是习近平对川普的一次出手，警告他台湾不是你的事。 CNN 报道指出，北京试图利用国民党这个管道分化台湾内部，同时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而台湾社会部分人士对川普第2任期可能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政策走向深感戒心。 BBC 中文网也做了大篇幅报道，质疑郑丽文是否能掌握叙事主导权，还是只是北京手中的一枚棋子。华尔街日报更是在政协会前就发了一篇社论，标题叫做台湾和川习会，副标题赫然写着习近平试图让人怀疑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社论最后直接警告川普不要上北京的当。而更加讽刺的是，就在郑丽文声称自己这趟访问是为了和平的同时，台湾国防部监测到，在和平之旅展开的短短2天之内，中共就派出了15架次军机和军舰，对台湾进行军事施压和灰色地带袭扰。你一边握手说和平，一边派军机来绕，这到底是和平呢，还是威吓？好了，现在让我们转到最戏剧性的一幕。4月10日同一天，恰好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7周年纪念日，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部法律的由来。1979年，美国在卡特总统任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同时断绝了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那是1913年以来维系了60多年的邦交，说断就断了。但美国国会不甘心，大批国会议员认为抛弃台湾不仅是道义上的背叛，更是战略上的愚蠢，于是他们硬是推动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卡特在4月10日签署生效，追溯自1979年元旦起适用。这部法律规定，美国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要维持美国抵抗任何诉诸武力危及台湾安全的行动的能力。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法律就像一面盾牌，挡在台湾和北京之间，让台湾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而就在政协会进行的几乎同一时刻，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团在社群平台 X 上发了一则贴文。贴文写道，今天是台湾关系法47周年，近50年来，这项法律确保了台湾的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抵御中国共产党侵略的坚实堡垒。但真正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贴文附上的那张照片。照片里，美国总统川普和台湾總統賴清德並肩而立，背後是2國國旗。雖然呢個係一張合成照片，並非兩人真正企一齊拍攝嘅，但佢嘅象徵意義簡直係核彈級別嘅。要知道，自從1979年美台斷交以嚟，美國官方系統從來冇將美國總統同台灣總統以呢種方式並列展示過。呢個可唔係乜嘢路邊攤嘅自媒體帳號隨手做嘅圖啦？呢個係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嘅官方帳號，呢個委員會掌管住美國所有外交政策嘅立法審議，佢說出嘅每一個字，發出嘅每一張圖，都代表住美國國會外交系統嘅立場。呢張照片嘅出現，等於係美國國會喺度向全世界宣告，我哋承認呢種對等關係。川普同賴清德係同一個層級嘅領導人，呢個就係網友們所講嘅川賴會。雖然川普同賴清德冇真正面對面坐低落嚟握手飲咖啡，但呢張相嘅政治爆炸力絕對不亞於一場正式嘅元首會晤。你諗下睇，就喺北京人民大會堂裏面，習近平正在對鄭麗文話兩岸係一家人嘅時候，華盛頓嗰邊美國國會直接把川普同賴清德擺喺同一張照片裏，背後仲插住2面國旗。呢個係乜嘢？呢個就係美國喺隔空回應北京，話俾全世界，你北京嘅鄭習會演得再好，我美國呢邊嘅台美同盟照樣堅如磐石。你握手13秒，我2面國旗永遠飄揚。而且唔止係眾院外委會，同一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韋克爾發文話，美國國會開創性嘅行動展示咗兩黨堅定支持台灣人民與台灣民主，我哋將持續嚇阻中共脅迫。參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瑞基茲更直接寫道，台灣仍面臨中共非法脅迫與誘騙攻勢，我驕傲咁同台灣企喺一塊，
眾院美中競爭特別委員會民主黨團亦發文挺台，眾院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迪亞士巴拉特甚至直接回應咗賴清德嘅推文。民主黨籍嘅眾議員貝拉更加寫道，身為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喺美國國會推動強化美台關係嘅工作，我驕傲。共和黨同民主黨喺幾乎所有議題上打得你死我活，唯獨喺挺台灣呢件事上空前團結。美國在台協會 AIT 亦都喺同一日發出聲明，稱台灣關係法使台灣喺民主、經濟與社會制度方面取得令人讚嘆嘅進展，成為舉世稱善嘅典範。AIT 駐台北處長谷立言更直接點名話，有意義嘅兩岸交流應該聚焦喺北京同台灣民選領袖嘅對話，而唔係只跟在野黨打交道。呢個話就差冇直說啦。你習近平唔同賴清德傾，光同鄭麗文傾，算咩本事啊？而家俾我哋將鏡頭拉得更遠一啲，睇下呢場角力嘅前因後果。2025年1月，川普第二度入主白宮，佢上任後對全球揮舞關稅大棒，台灣亦都未能幸免，一度被課徵32%嘅對等關稅。嗰段時間，台灣社會人心惶惶，民調顯示高達86%嘅民眾認為關稅戰將嚴重衝擊台灣經濟。57%覺得川普時代嘅美國唔值得依靠。賴清德政府急忙回應，強調台灣唔會對美國課徵報復性關稅，而係要從零關稅開始傾，同時擴大對美投資與採購。但川普嘅風格你識㗎，佢就係先俾你一巴掌等你緊張，再俾你一粒糖等你感恩。經過幾個月嘅密集談判，2026年1月，台美達成咗重大嘅關稅協議，稅率降到 15%。台灣承諾在美投資2500億美元於半導體同科技製造業。川普仲將呢件事列入自己嘅政績清單。白宮發佈新聞稿話，台灣承諾喺川普關稅措施下擴大對美投資。台灣網友睇咗之後苦笑話，呢個就係胖虎把勒索大雄成功列為戰績啊！同樣係2026年1月底，第6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喺華盛頓舉行。呢個係川普第2任期首次召開 EPPD 會議，亦係該機制創立以嚟雙方主談人首度實體面對面對談。賴清德喺會後特別召開記者會，宣布台美簽署咗《藉盛世宣言》及台美經濟安全合作聯合聲明，未來將朝強化經濟安全、打造創新經濟、發展繁榮未來3大方向前進。賴清德仲不忘呼籲立法院依法審議台美關稅協議，唔好被黨派立場綁架。與此同時，台美喺軍事合作上嘅腳步亦都冇放慢。2025年10月川習會之後，美國連續批准咗超過100億美元嘅對台軍售。12月，川普簽署咗台灣保證實施法。賴清德政府提出嘅400億美元特別國防預算，雖然喺國民黨主導嘅立法院遭到卡關，但美國國會議員對此表達咗強烈不滿。多位跨黨派議員公開呼籲台灣在野黨唔好阻擋國防預算。再往前追溯，2025年2月，24名美國共和黨眾議員聯名提出決議案，呼籲川普政府廢除佢哋所講嘅過時、適得其反且不誠實嘅一中政策，恢復同台灣嘅正式外交關係，並與台灣談判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威斯康辛州眾議員蒂芬尼喺聲明中直言不諱咁話，台灣從來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一日都冇。佢係個自由、民主及獨立嘅國家，係時候讓美國政策反映呢項客觀事實啦。呢個決議案雖然冇法律效力，但佢釋放嘅政治信號極其強烈，等於係把台美建交呢個議題從禁忌領域搬到咗賬面上。然後係2025年5月嘅嗰場烏龍，川普預告要宣布一個震撼世界嘅大消息，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國務院悄悄下架咗美台關係嘅網頁內容，台灣網友瞬間瘋傳台美建交咗，社群平台上到處都係，搞唔好聽日醒嚟突然發現台美建交，越嚟越覺得台美建交就喺唔遠處嘅留言。結果答案揭曉，川普講嘅係取消對敘利亞嘅制裁，同台灣完全冇關。國務院亦都澄清話，只係因為各國關係網頁超過2年冇更新，統一歸檔下架啦，虛驚一場。但亦唔能夠話完全係虛驚，因為國務院喺同年2月更新嘅美台關係頁面上做咗幾個重大調整。第一，刪除咗美國長年嚟唔支持台獨嘅措辭。第二，
新增咗台灣同五角大廈合作嘅內容。第三，喺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方面嘅用詞大幅升級，從以前嘅支持台灣加入唔要求國家地位嘅國際組織，改成咗美國將持續支持台灣有意義咁參與國際組織，包括喺適當情況下成為正式會員。呢啲變化都唔係巧合，每一個字嘅改動背後都有無數次嘅內部討論同政策權衡。好啦，將所有呢啲背景串起嚟，我哋再翻到2026年4月10號呢一日，你就會睇到一幅更加清晰嘅圖景。鄭習會本質上係乜嘢？佢係北京喺5月川習會之前嘅一步棋。北京想透過呢場會面向川普傳遞幾個信息。第一，台灣最大嘅在野黨同我哋關係好好，台灣內部對和平統一並唔排斥。第二，台灣問題可以透過兩岸對話解決，你美國唔需要賣咁多武器俾台灣。第三，你川普如果喺川習會上配合我一啲，我哋可以喺貿易問題上讓步。國際危機集團嘅分析師楊 Lesra 講得好直白，北京希望透過鄭習會向川普展示佢喺台灣有盟友，關鍵政策上國民黨跟北京步調一致。歐亞集團中國事務主任蕭嫣然也分析說，北京希望把自己塑造成和平促進者，借此說服川普對和平統一表達開放態度，或者延後對台軍售。但美國國會顯然不吃這一套。就在北京以為可以用正習會在輿論場上搶佔先機的時候，華盛頓直接丟出川普和賴清德的同框照片，一記回馬槍打得北京措手不及。美國國會用這張照片告訴全世界三件事。第一，美國承認的對口是台灣的民選總統，不是在野黨主席。第二，台灣關係法是美台關係的基石，不容動搖。第三，不管川習會談什麼，國會不會拿台灣做交易。那麼正習會的實質成果呢？閉門會議結束後，鄭麗文轉述了習近平的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耐心，需要恆心，用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精神去推動。聽起來很有詩意，但說白了就是什麼具體承諾都沒有。閉門會議時，習近平倒是說了一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這話他也不是第一次說了。北京祭出了10項惠台措施作為伴手禮，包括歡迎台灣農漁產品進入大陸，推動上海福建赴台自由行等等。但台灣農業部回應得很乾脆，呼籲中方遵守國際貿易規範，別搞政治操作。賴清德這邊呢，他在台灣關係法47周年當天在臉書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我們對和平懷有理想，但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向威權者妥協，只是以主權與民主做代價，不會換來自由，更沒有和平。這段話沒有點名任何人，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隔空喊話。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5月14日至15日，川普將飛赴北京與習近平舉行峰會。台灣問題毫無疑問會是桌面上最燙手的議題之一。習近平會拿正習會來說服川普放軟對台立場嗎？川普會在國會的壓力下繼續力挺台灣嗎？還是川普那不可預測的性格會再次讓所有人跌破眼鏡？我們已經在2025年10月的釜山川習會上看到了預兆。當時為了給會面製造友好氣氛，川普政府暫停了台灣國防部長訪美行程，甚至阻止了賴清德過境美國的計劃。但會後不久，美國又連續批准了巨額軍售。這種打一巴掌給一顆糖的模式，在5月的北京峰會上很可能會再次上演。有幾個關鍵指標值得密切關注。第一，川習會後美國是否會加速或延後對台軍售？第二，川普是否會在北京公開提及台灣議題？第三，美國國務院是否會進一步調整美台關係的措辭？第四，2026年底台灣9合1地方選舉的走向，正習會的和平牌是否真的能為國民黨加分，還是會成為民進黨攻擊的把柄？這些問題的答案將直接影響2028年台灣總統大選的格局。回頭看看2026年4月10日這一天，北京人民大會堂裡，鄭麗文和習近平在談兩岸命運共同體。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同時把川普和賴清德的照片擺在一起，告訴全世界台灣的安全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這兩個畫面同時出現在全球觀眾的熒幕上，構成了2026年最具衝擊力的政治對照。有人可能會問，
一张合成照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在外交的世界里，每一个符号、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用词都是经过千百次推敲的。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官方账号不会随便发一张图，他们选择在政协会的同一天发出川普和赖清德的并列照，背后的计算精确到了秒。这就是向北京、向全世界，也向川普本人传递一个信息：不管你们怎么谈，台湾不是筹码，不是棋子，不是可以交易的商品，台湾是我们的伙伴。自从1979年断交以来，台美关系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弯路，从不承认到非官方往来，从战略模糊到如今国会堂而皇之地把二国总统放在同一张照片里。这条路走得很慢，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24名众议员的建交决议案也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也好，川赖同框照片也好，所有的拼图碎片都在慢慢拼凑成一幅更大的图画。台美关系是不是真的在走向某种历史性的突破，还是说这一切都只是大国博弈中的权术和筹码？历史从来不会提前告诉你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2026年4月10日这一天，政协会和川赖照在同一天上演，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海问题的终极本质。这不是两岸关系的问题，也不是中美关系的问题，这是三方角力，四方博弈。北京想拉拢台湾在野党，美国国会要力挺台湾民选政府，川普在中间打着自己的算盘，而台湾的2300万人就像过去70多年一直做的那样，在钢索上找到自己的平衡。各位观众，政协会握手13秒的新闻还没凉，川赖同框的照片就已经刷爆了全网。这场大戏的下一幕就是5月的北京川协会，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还得看看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台湾内部的政治角力。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访问大陆？除了两岸关系的考量之外，岛内政治才是关键驱动力。2026年底就是9合1地方选举了，这是赖清德任期中场的期中考试，也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国民党需要一张亮眼的牌来争取选民支持，而两岸和平就是他们手上最强的一张牌。普通老百姓每天关心的是什么？是菜价有没有涨？是薪水有没有加？是两岸会不会打仗？如果国民党能让选民觉得只有我们才能带来和平，那年底的选举就有了胜算。郑丽文在政协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暗示了这一点。他说，国民党必须担负重责大任，化解国共之间的恩怨情仇。他还提到了以对话代替对抗的路线，直接对标民进党的以实力求和平战略。在郑丽文看来，民进党的路线只会让两岸越走越远，而国民党的路线才能真正避免战争。这种论述在台湾社会确实有相当大的市场，毕竟没有人想打仗。但问题是，和平的代价是什么？如果和平的代价是接受北京的政治框架，那这种和平还值得追求吗？这正是台湾社会目前最撕裂的一道辩论。再说回川普这个人，他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一直让人摸不透。一方面，他签署了多项挺台法案，批准了巨额军售，他的国务卿卢比欧更是知名的反中鹰派。但另一方面，川普也说过一些让台湾人很不舒服的话。他曾经公开说，台湾抢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让他很不开心。他也曾经在和习近平通电话后表示，习近平承诺在他任内不会攻打台湾，仿佛台湾的安全只是中美两国大佬之间的一笔交易。这种态度让台湾社会产生了深深的不安。你今天说不打就不打，明天换一个条件呢？后天再加码呢？台湾的安全难道真的取决于两个大国领导人某一天的心情吗？这就是为什么那张川赖同框照片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张图片本身。它代表的不是川普个人的态度，而是美国国会作为一个制度性力量对台湾的承诺。美国总统可能会变，川普之后可能换一个对台湾态度完全不同的总统，但国会不会变，台湾关系法不会变，这47年来美国国会跨党派挺台的传统不会变，这才是台湾真正可以依靠的东西。有趣的是，赖清德自己在面对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时，也展现了相当灵活的身段。2025年10月，他接受美国广播节目专访时，
大胆喊话说，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让习近平永远放弃对台发动武力攻击的话，川普必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招实在高明。川普是一个极度渴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赖清德精准地抓住了他的这个心理需求，把台海和平与川普的个人虚荣巧妙地绑定在一起。白宫对这番话的回应也很有意思，没有否认，也没有完全肯定，只是表示感谢台湾对美国的信任。这说明赖清德的策略至少打到了某个点上。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背景。2026年的世界和几年前完全不同了，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美国正在中东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全球供应链因为关税战和地缘冲突而剧烈重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的战略价值不是在下降，而是在急剧上升。全世界 90% 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在台湾生产。如果台海出了任何闪失，全球经济将陷入比2020年疫情还要严重100倍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川普的态度如何摇摆，美国国会、美国军方，甚至美国的科技巨头们都不会允许任何人拿台湾做交易。台湾不只是一个民主盟友，它更是全球科技经济的命脉。失去台湾等于失去未来。各位观众，政协会握手13秒的新闻还没凉，川赖同框的照片就已经刷爆了全网。这场大戏的下一幕就是5月的北京川协会，到时候川普会怎么出牌，习近平又会怎么接招，台湾会是赢家还是输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我想在最后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很多人看到川赖同框照片就兴奋地喊台美建交，也有人看到政协会就悲观地说台湾要被卖了。其实这2种反应都太极端了。台美关系的本质从来就不是有邦交或没邦交这么简单的2元选择。想想看，台湾和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每年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和美国的科技巨头深度绑定。美国国会每隔几个月就会通过一部挺台法案。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比很多国家的大使馆还要气派。台湾的国防部长虽然不能公开去华盛顿拜访五角大厦，但双方的军事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没有邦交但胜似邦交的关系，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反过来说，就算有一天美国真的和台湾建交了，那又意味着什么？北京必然会做出激烈反应，可能是断绝中美外交关系，可能是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甚至可能触发军事冲突。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所以与其纠结于建交或不建交的形式问题，不如关注实质。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纸邦交公报，而是持续深化的安全合作、稳定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主体制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几年台美关系的进展其实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也许有一天我们回头看，会发现2026年4月10日这张川赖同框照片就是历史转折的起点，但也许不是。历史的真相往往要等几十年后才看得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不管未来怎么走，台湾的命运终究要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不是由北京决定，不是由华盛顿决定，也不是由任何一场某某会来决定。2300万人的意志才是这场大戏中真正的主角。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看到那张川赖同框照片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你花了10年的功夫精心安排这场政协会，从场地到菜单到措辞到媒体控制，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然后就在你自认为一切尽在掌控的时候，华盛顿丢出了那张照片，川普和赖清德肩并肩，2面国旗并排飘扬。你10年的布局被一张照片瞬间稀释了。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信息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外交的节奏。你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一场闭门会议需要几个小时，但对手在社群媒体上发一张照片只需要几秒钟，而且照片的传播力和冲击力往往远大于一份冗长的外交声明。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一张图的威力可以顶得上100篇社论。如果你是川普呢，这张照片不是你发的，是国会共和党团发的，但他用的是你的照片，背后的意思是把你和挺台政策绑定在一起。
这等于是国会在帮你做出承诺，也等于是国会在限制你的谈判空间。你5月去北京跟西进平谈的时候，这张照片就摆在那里。你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太多，国会那边的压力就会排山倒海而来。这就是川普的困境，他必须在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谈判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而台湾就卡在这个平衡点的正中央。最后让我们说说郑丽文，他从中国回来之后面对的局面也很微妙。郑习会的伴手礼确实能让他在国民党内部加分，但那张穿赖同框照片的出现，等于是美国直接打脸了他的和平之旅。你刚说完，台湾海峡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人家就把你的总统和美国总统摆在一起了。他到底是和平的使者，还是北京的棋子？这个问题将会一直追着他，直到2028年。而在大洋的另一边，24名美国众议员提出的废除一中政策、恢复台美邦交决议案还躺在国会里等待审议。蒂芬尼议员已经连续好几届国会提出类似的决议案了，每一次都没有通过，但每一次支持者都比上一次更多。量变会不会有一天引发质变，没有人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台美关系的天花板在不断被抬高。10年前，没有人敢想象美国国会会在官方账号上把2国总统放在同一张照片里，但它就这样发生了。